华佗神医仙师。华佗是一位精通医术的传奇人物，被称为神医，亦被视为外科医学的鼻祖。华佗神医仙师。华佗名父，字元化，又称华佗真人、华佗仙师，原籍东汉时的豫州沛国谯县（今安徽亳县），是一位精通医术的传奇人物。他擅长药物治疗和针灸技术，并精通养生之术，活到了100岁以上，尤其以其方药和针灸术闻名，擅长治疗各种难治之症，被称为神医，亦被视为外科医学的鼻祖。面对东汉时期朝政腐败和人民的疾苦，华佗深感社会的不公与苦难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仕途，以医学济世。在历史记载中有关于在一次战斗中遭受毒箭伤，华佗以其高超的医术为他治疗，使其迅速康复，而华佗更以其精湛的技艺，如破腹洗肠和手术等，成为后世医学界所仰慕的典范之一。华佗对于养生方药、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方式极其熟练，涵盖内外妇儿等各科，其临床治疗手法准确高效，被尊称为神医。有文献记载指出，华佗曾传授五禽戏给门人，认为遵循此功法可获得长寿。他将古代养生学理论结合起来，创立了以五禽戏为核心的养生功法，将修炼术从以往的僧侣道世所专有转变为民间普遍可行的养生方法，对养生学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华佗于汉献帝建安13年（公元208年）辞世，后世将农历4月18日定为他的圣诞纪念日，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先驱、外科医学的鼻祖。医术精湛，华佗博览古代医案多年的临床实践，丰富了他的医疗经验。他的断病准确，创造了许多奇迹。华佗在内科方面的诊断医术相当高明，他能够准确地掌握各种病症的规律。他通过对病人面目、形色、病状的观察，可以判断病人的吉凶，甚至可以预见一个人的生死。他对临死的人的面容观察和描写更为详尽，共有76条，其中有许多地方同现代诊断相似。一次，华佗走进研读金岩城的一家酒店，看见严欣正和朋友饮酒。华佗仔细观察了严欣的脸色，问他说：“你身体不舒服吧？”严欣听了很惊讶，说：“我身体很好呀。”华佗说：“你脸上已显示出严重的病状，恐怕要患中风病吧？你可千万别喝酒了。”严欣听后知日若罔闻，继续饮酒。回家途中，严欣乘车走了几里路，就从车上晕倒在地，第二天他就死了。还有一次，华佗去探望一个叫徐毅的官吏，正值徐毅换位，并徐毅高兴地说：“华大夫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昨天胃痛，请一位大夫针灸，针后咳嗽得很厉害，简直是坐卧不安，您看看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华佗仔细地观察了针灸的穴位，说：“医生没找准穴位，他没扎到胃部，而扎到肝脏里去了。你这几天食欲不振吧，要安心休养。”华佗走出房间后，对送他出门的家属轻声地说：“准备后事吧，徐毅顶多能活5、6天。”果然，第二天徐毅病逝，转中5天后死去了。华佗能做出这样的诊断，说明他的经验十分丰富。华佗不仅精通内科医术，对治疗体内寄生虫也有独到的功夫。有一次，广陵金阳州太守陈登患肚子痛病，面红耳赤，饮食不进。他听说华佗能驱治寄生虫，便请来华佗诊治。华佗望料望陈登的气色，摸了摸他的脉搏，说：“你的胃里长了虫子，若是不及时治疗，就要发展成一种烂的毒疮。你是不是吃了不清洁的鱼辣？”说完，华佗便从药囊中取出几种草药，先煮成2大碗药汤，让陈登服下。服药不久，陈登吐出了许多红头虫子，肚子果然不痛了。华佗在妇产科和小儿科方面的经验也颇为丰富，达到了很高水准。有一个妇女患了很重的病，腰酸背痛，吃不下饭，喝不了水，前来请华佗医治。华佗把完脉，对妇女的丈夫说：“从脉上看，她是怀孕期间受了伤胎而没下来。”妇女的丈夫说：“对了，她是受了伤可胎而已经生下来了。”华佗又说：“按脉里看，胎儿还在肚里，先治治看吧。”就一面教她吃药，一面给她扎针。隔了1天，那妇女肚子疼得厉害，又来请华佗诊
治。华佗检诊完毕说，从脉力来看，跟前几天一样，他这是双胞胎。在他受伤以后，第一个婴儿生下来的时候，由于流血过多，第二个就没能顺利生下来，以致胎儿死在肚中，影响血脉不通，这就是他的脊背疼痛得厉害的原因。后来请接生的人动了手术，果然从那个妇女的肚子里取出一个男孩来，胎儿手脚齐全，只是颜色已经变黑。东阳地方有个叫陈书山的人，请华佗给他2岁的孩子看病，他的小孩患了严重的痢疾，日夜哭吵不停，身体消瘦，其他医生都不敢给治了。华佗先摸脉接住摸摸孩子的全身，又看了看孩子的咽喉，对陈书山说，你的孩子生病是他母亲身体不健康，奶水营养差的缘故，生病以后调养的又不好，所以弄成这个样子。华佗给孩子服用了自制的4、5女管丸，不到10天功夫病就好了。心理疗法，华佗还创造性的运用心理疗法。有一个郡的郡守得了重病，华佗检诊后退出病房，告诉郡守的儿子说，你父亲得的病很奇怪，他的肚子里积了很多淤血，服药根本无效，只有他大发雷霆吐出淤血病才会好。郡守儿子着急地说，怎么才能让他吐出淤血呢？华佗说，请你把你父亲的缺点告诉我，我给他写封信，大骂他一顿，他一生气就会将淤血吐出来。后来郡守看见华佗给他的信，果然动怒了，他气愤地说，华佗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。说住他立刻吐了大量黑血，不久病就痊愈了。华佗治病不墨守成规，而是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进行辨证治疗。曹操患偏头，疯病久治无效，经华佗针刺就不痛了。倪寻和李严2人也都患头痛发热，华佗给倪寻吃泻药，给李严吃发汗药，结果治好了。别人问他这是什么道理，华佗回答说，倪寻是伤食，李严是外感，所以治法不能一样。五禽之系，华佗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对人体健康的作用。华佗说，人体必须经常劳动，但不能过度，经常活动能使消化能力强，血脉畅通，不易发生疾病，正如门轴一样，天天转动就不会长蛀虫。华佗这个看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。马匪散，有一次在行路途中，华佗见一群人围在路旁，他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名车夫倒在地上，只见那车夫面色蜡黄，两脚蜷曲，双手捂肚，不住地发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声音。华佗见状立即放下药箱，蹲在地上为病人检查胃。过了一会儿，华佗转身对围观的人们说，他这是患了肠痈阑尾炎，如果早些治疗针灸就可以了，难道他现在无望了？周围的人急切地问。华佗笑住摇了摇头说，别急别急，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，不过我需要将他的肠子取出来治疗。听说剖腹取肠，有的人吓得伸了伸舌头，还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因为他们想象不出剖腹将有多么疼痛。华佗自若地取出一包药末，叫人取些酒来给病人冲服下。不一会，病人安静下来。又过了一会，病人竟酣然大睡，进入了梦乡。华佗让人把车夫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，用手术刀将车夫的肚皮化开，取出病人的肠子，切掉溃烂的那一段，缝合以后敷上生机的药膏。这一切工作完成以后，病人睡醒过来，睁开双眼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再疼了。当他得知刚才发生的一切时，感激地拉住华佗的手，连声说道，您救了我的命，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才好，您真是一位神仙呀。旁人问华佗在手术前给病人吃了什么，使他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没有疼痛感觉。华佗笑住从箱里拿出一些粉末，说就是它，叫做马费散，吃了它任凭你做什么手术也不会感觉疼痛。有个小伙子大声问道，是哪位神仙下凡送给您的药？华佗微笑住指指众人，又指自己说到神仙那可多呢，我就是根据乡亲们的提示自己加以总结以后配制而成的。几天以后，车夫的病完全好了，又和其他的人一样出现在大路上。华佗艺术高明的讯息不胫而走，麻沸散的神效功能也随着华佗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。麻沸散是华佗制造的一种很有效的麻醉药，这种药如果和酒一起服用，则效力更大，能起到全身麻醉的效果。医学上现代采用的麻醉药剂仅仅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很早以前，欧洲人做手术用的释放血的方法，使病人休克，然后再进行手术，用这种方法非常危险，
血放多了，病人就永远醒不过来，即使不发生危险，病人也因手术前大量失血造成身体极度虚弱，对于恢复健康是很困难的。于1842年，法国人黑克曼开始用二氧化碳做麻药，但这只能用在动物身上，而不能用于人。过了2年，美国人科尔顿用一氧化二氮做麻药，效果也不太好。直到1848年，美国人莫尔顿才开始用乙醚做麻药。今天西医还用这种药物。神医华佗使用吗啡散为病人做手术，至少比西方早1600年左右，但可惜此方失传。庆有史书记载了这一奇迹。历史文献《后汉书》中记载，若疾病发结于内，真药所不能及者，乃令先以9服吗啡散疾，罪无所决，因哭破腹背，抽割击举。可见吗啡散的发明及其使用，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。五禽戏，古代的人们由于科学不发达，错误地认为此生由命富贵在天，认为人们只能听凭老天爷的摆布，而华佗却不相信这一套。他认为人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积极主动的作用，增进健康，抵御疾病。他赞成古代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重预防思想。有一天，他对他的学生吴普说：“你懂得护枢不蠢流水不腐的道理吗？人得了疾病就是因为气血不流通造成的。如果人经常活动，让气血畅通，就可以增强体质而减少疾病。”华佗自己就很注意锻炼，每天早晨他都在院子里活动，然后再看书或给人医诊。每当他做的时间久了，就停下工作，伸伸手臂，抬腿脚，顿时觉得精神清爽。他相信人的生命不在于天，而是在于运动。他一直想找出一个办法来使人能够延年益寿。有一天，华佗看见老鹰在天上翱翔，2只伸张开了的翅膀带动助躯体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。由此他想起了草原上的鹿、山岭上的虎以及森林中的猿猴和狗熊，它们是那样的强健，又有各自的特点。如果我们能够取其所长用于自身，岂不能像他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地上吗？从此以后，华佗潜心钻研这5种禽兽的动作特点，然后根据医书上的血脉原理，创造了一套医疗体操，称作五禽戏。五禽戏就是要求人们模仿虎鹿、熊、猿、鸟做出各种动作，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使全身关节和肌肉都能得到舒展，以达到增强体质、预防疾病的目的。华佗的五禽戏很受人们的欢迎，很快就在许昌一带普及开了。有许多体弱的人由于坚持做五禽戏，体质明显的得到了增强。有一个人胃口不好，经常泻毒，由于做了五禽戏没有服药，3个月病就完全好了。华佗的学生吴普依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，活到90多岁却仍然为目聪明，牙齿顽坚。早在1700多年前，华佗就能把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，把锻炼放在首要位置，这是对人类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。他提出的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，至今仍对人类的保健起著积极的指导作用。医学智慧与仁爱精神，华佗在东汉末年、三国初期的动乱年代，立志做一个民间医生，决心用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。他鄙视功名利禄，太尉黄婉劝他出来做官，沛国相要以孝廉名意见，举他于朝廷，都被他先后谢绝了。他身穿布衣，手捏金箍铃，到处为群众治病，足迹遍于江苏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。他热爱人民，具有忠心耿耿为人民治病的崇高精神。他经常不辞辛苦的爬山涉水为人民治病。他特别关心穷人，为穷人治，并有10分文不取。他还经常在路边设一个桌子，给过路的病人看病，是一位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民间医生。著作与影响，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，名曰《青囊经》，可惜没能流传下来。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淹没了，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，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，著有《吴铺本草》的吴普，著有《本草经》的李当之，把他的经验部分的继承了下来。至于现存的《华佗中藏经》，那是宋人的作品，用他的名字出版的，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上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。总体来说，华佗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和仁人志士，他的生平事迹和影响都值得后人细品，为何传颂他的医学智慧和仁爱精神，对于现代人们的生活和健康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传承。我们今天的解说到这里
里感谢大家的聆听。非常感谢你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今天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